在頓巴斯茂密的森林深處，厚重的裝甲不再是安全的保障。造價数百万美元的 T90 坦克在黑土泥沼中无力空转，一种截然不同的猎手正在树林邊緣等待。他们看起来脆弱的可怕，切掉了车頂，拆除了車門。这些并不是正规的军用制式装備，它们誕生於後方的民用車庫，卻掛載着致命的激光制導導彈。這就是全地形突擊車的崛起。在一個沒有任何目標能夠隱形的隱身戰場上，沒有比對手更快才能活下來。火力軍將給大家講一講這場不可思議的非對稱革命，看這些總價不到4萬美元的簡易平台如何獵殺重型裝甲。一切的改變都要從匱乏說起。在2014年的衝突早期，烏克蘭軍隊的輕型機動車輛還停留在蘇聯紅軍的遺產裡。那時候，戰場的主角是 UAZ469 和被戲稱為面包的 UAZ452。這些冷戰時期的老古董雖然有着不錯的越野底子，但在現代戰爭殘酷的傳感器面前，他們高大的輪廓就像是明晃晃的目標。隨着2022年全面戰爭的爆發，前線對機動載具的渴望瞬間壓垮了正規的軍備補給線。既然買不到，那就自己造。這是一場2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自上而下的裝備改造運動，在烏克蘭後方的無數個民用車庫裡開始了。這不再是溫文爾雅的汽車修理，而是一場暴力的外科手術。數以千計的二手越野車從歐洲各地被運進這些車間，技工們做的是車門拆掉、車窗砸碎、內飾板、空調、音響，所有與生存無關的舒適性配置統統被當作累贅切除，剩下的只有赤裸的底盤和防滾架。這不僅是為了減輕重量，更是為了遭遇伏擊時，士兵能在1秒鐘內跳車逃生。在這種極簡主義的狂潮中，誕生了一款傳奇車型 VOLS， 它由志願者工程師設計。看看這輛車，它醜陋粗糙，像個未完成的半成品，但它擁有一個核心優勢——矮。志願者工程師發現，在東歐的灌木叢和戰壕帶都有極佳的隱蔽效果，於是 VOLS 的整車高度被強行壓低到了 1.4 米。為此，駕駛員不得不採用一種近乎 F1 賽車的半躺姿態來開車。但是這就意味着，當靜止在灌木叢後時，即便是一架低空掠過的英式無人機，也很難通過測試角度捕捉到它的影子。再打開它的引擎蓋，你可能會感到驚訝。這裡沒有什麼昂貴的軍用動力單元，往往是一台有着20年歷史的大眾高爾夫 1.9 升渦輪增壓柴油機，或者是雷諾的 K9K 1.5 升引擎。為什麼要用這些老古董？這正是戰場實用主義的極致智慧。第一，它們極其省油；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民用發動機在歐洲有着數以百萬計的存量，哪怕在前線被打爛了，民用工廠也完全可以承擔維修任務。工程師們甚至為它設計了天才般的快拆架構，整個動力總成僅通過4個主螺栓固定在車架上，在爭分奪秒的野戰維修戰，熟練的技工只需要不到1小時，就能像給玩具換電池一樣，把整個發動機連同變速箱整體更換。這意味着這輛車能比敵人的 T72 早2天重返戰場。而在夜間，這些車輛還有另一套生存法則。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它們沒有明亮的白光大燈，取而代之的是經過特殊光譜過濾的綠光或紅光照明系統。在茂密的森林環境中，這些特定波長的光線被敵方微光夜視儀遠距離捕捉的概率要遠遠低於全光譜白光。這就是烏克蘭戰術車輛的起點。但這僅僅是個開始，跑得快只能保命，想要改變戰爭的天平，這些鋼管車必須學會殺戮。這就引出了他們最致命的變種 Stuck Buggy。如果說 VOLS 給了士兵雙腿，那麼當他裝上斯圖格納 P 反坦克導彈，他就變成了令俄軍裝甲兵聞風喪膽的 Stuck Buggy。讓我們先算一筆賬，一輛二手改造的民用 UTV 成本大約 1.2 萬美元，一套烏克蘭國產的斯圖格納 P 反坦克導彈成本大約2萬美元，加在一起，整套系統的造價不到4萬美元。而他們的獵物呢？一輛俄羅斯 T80 BVM 主戰坦克，造價超過300萬美元。如果是更先進的 T90M， 價格更是翻倍，接近1:100的成本交換比。這就是現代消耗戰中最核心的數學邏輯，用廉價的耗材去兌換昂貴的戰爭資產。但 Stuck Buggy 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於省錢，而在於一根不起眼的電纜，一根長達50米的控制線。大多數北約反坦克導彈，比如著名的標槍，需要射手肩扛發射，這意味着你必須暴露在敵人的視線和火炮的射程之內。但在巴赫穆特的森林邊緣， Stuck Buggy 改變了規則，
它的核心戰術是人機分離，2名士兵駕駛全地形車，全速衝上一個沒有任何掩護的高坡，迅速跳下車，展開導彈支架。他們故意將發射器留在顯眼的高處，甚至不惜讓它成為誘餌。然後兩人拉着那根50米長的電纜，像兔子一樣迅速鑽進側後方的散兵坑或掩體裡。這時候，哪怕幾公里外的俄軍坦克正在轉動炮塔尋找目標，操作員卻可以像玩電子遊戲一樣躲在地下，盯着手持終端的屏幕，當目標進入射程，鎖定發射。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心理博弈：傳統的反坦克小組在導彈飛行的10幾秒裡必須冒死保持瞄準，但在 Stuck Buggy 的戰術中，即使俄軍發現了發射源，用125毫米滑膛炮轟飛了發射器，那又怎樣？只有一架廉價的全地形車變成了廢鐵，而珍貴的熟練射手毫髮無損。他們甚至可以打開一罐飲料慶祝剛才的戰果。更不要小看這套系統的威力，130毫米口徑的串聯戰鬥部能夠在5公里外擊穿800毫米以上的軍事裝甲。這意味着除了 T90M 正面的反應裝甲，俄軍幾乎沒有任何載具能擋住這致命一擊。然而單點狙殺坦克還不夠，烏克蘭工程師們又將目光投向了更猛烈的火力覆蓋。既然地上跑的可以改，那天上飛的能不能拆？這就引出了下一個主角 Mini Grad 迷你火箭炮系統。在烏克蘭東部的廢墟中，有一種獨特的淘金熱，目標不是黃金，而是那些被擊落的飛行巨獸。當一架俄軍的米8直升機或者K-52武裝直升機冒着黑煙墜毀在田野上，烏克蘭的回收小組往往會第一時間趕到。他們盯着的是那些還掛在機翼下完好無損的 B8V-20A 火箭發射槽。這些工程師像撿破爛一樣，把這些原本屬於天空的蜂窩狀武器切下來，焊死在皮卡或者全地形車的後頭上。這就是 Mini Grad， 一種字面意義上的拼湊火炮。把航空武器搬到地上聽起來很酷，但是器官移植是有排异反应的。重型直升机可以在飞行中依靠自身的吨位和气动吸收火箭彈發射时的巨大震動，但一輛輕飄飄的全地形車根本扛不住。當20枚80毫米的 S8 火箭彈在幾秒鐘內傾瀉而出，巨大的後坐力會讓整輛車像受驚的野馬一樣劇烈跳動。如果不加控制，結果就是第一發打在了俄軍陣地上，而最後一發可能已經打到了雲彩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烏克蘭人再次展現了令人嘖舌的工程創意。他們在車尾安裝了液壓支架或手動前襟頂，看起來就像是工程車輛的支腿。在開火前，2根鋼腿迅速放下，將沉重的後車身強行架起，甚至把後輪抬離地面。瞬間，這輛越野車就變成了一個剛性的固定炮台。光有硬件還不夠，這不再是盲目的覆蓋射擊。每一輛簡陋的 Mini Grad 駕駛室裡都掛着一台平板電腦，接入了著名的 Krapiva 數字指揮系統。前方的無人機傳回坐標，軟件自動計算射擊仰角，讓這些原本只能直線攻擊的航空火箭變成了能夠跨越山丘的曲射火炮。同時，這就誕生了游擊炮兵的生存法則。他們從不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5分鐘，通常是2輛車一組，借着黎明或薄霧的掩護，摸到距離俄軍前線4公里的地方，停車、架起、發射。20秒內40枚火箭彈覆蓋目標區域，瞬間制造出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殺傷區。這是一種與時間的賽跑，因為俄軍的反炮兵雷達正在瘋狂地計算彈道來源，但在死板的雷達波鎖定那個坐標的1分鐘前，支架已經收起，引擎已經轟鳴，車隊早就消失在了樹林的陰影裡，只留下一片被耕耘過的焦土和一臉茫然的對手。這種打法雖然精度不如正規火炮，但在近距離的心理壓制上，效果是毀滅性的。然而，無論是發射導彈 Stuck Buggy 還是傾泻火箭的 Mini Grad， 他們能在戰場上橫行霸道，除了改裝的智慧，還離不開一位最強大的盟友，那就是腳下的土地，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坦克絕望的泥漿。在東歐平原的戰爭史上，有一個比嚴寒更可怕的敌人，當地人懷着敬畏之心，稱之為泥將軍。每年春季的解凍期，肥沃的黑土在吸收了融雪後，會變成一種深不見底的粘稠漿糊。對於現代化的機械化部隊來說，這就是噩夢的開始。看看俄羅斯的 T-72 主戰坦克，重達40多噸的鋼鐵巨獸，雖然擁有寬大的履帶，但在鬆軟的爛泥面前，它的對地壓強依然巨大。一旦陷入，濕滑的泥漿會產生驚人的吸附力，就像沼澤吞噬野獸一樣，讓坦克的履帶在原地空轉，越陷越深，直到坦克的底盤被泥漿徹底拖住，履帶失去抓地力。此刻，這輛價值連城的戰爭機器就變成了一座無法移動的鋼鐵碉堡。而這正是烏克蘭這些全地形車的主場，全重不到800公斤，配備的卻是超寬的低壓越野輪胎。
根據計算，它對地面的壓強甚至比一個成年人走路時還要小。當坦克像石頭一樣沉入泥潭時，全地形車卻能在泥漿表面漂浮而過。不僅僅是輕，還有一個關鍵數據離地間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底盤高度。普通的 VOLS 突擊車離地間隙高達38厘米，而且採用了開放式的鋼管結構。這意味着泥漿不會像輔助坦克負重輪那樣堆積在車身縫隙裡，而是直接穿過車架。這種結構上的通透性極大降低了行進阻力。這不僅僅是駕駛技術的勝利，更是戰術層面的絕殺。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因為田野無法通行，俄軍的裝甲縱隊被迫擠在唯一堅硬的鋪裝公路上，排成顯眼的一字長蛇陣，寸步難行。這是戰術上的自殺。然而，在公路兩側那片被俄軍指揮官標記為不可通行的泥沼裡，烏克蘭的全地形車獵殺小組正以60公里的時速在泥漿中自由穿插。他們從側翼包抄，向公路上动弹不得的坦克纵隊發射反坦克導彈，然後瀟灑地掉頭離去。然而，我們都知道，在烏俄戰場上，無人機的威脅要遠遠大於主力坦克。於是，全地形車迎來了它的終極進化。這一次不再是民用改裝的狂歡，而是工業級軍工的入場。Tempest 由美國 VRX 公司打造，雖然它看起來還像是一輛 CANAM 的越野車，但它的內核已經發生了質變。它不再是一個簡單的運輸平台，而是一個移動的智能節點。注意看它搭載的武器，不再是需要人工引導的斯图格納，而是2枚 AGM-114L，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弓海爾法。這是一個巨大的技術跨越。之前的導彈需要射手死死盯着目標，但在 Tempest 上，導彈配備了毫米波雷達導引頭，這意味着發射後就不用管它了。只要雷達鎖定了無人機群，按下按鈕，導彈離架，車輛就可以立即轉向撤離，導彈自己會去找目標。同時，這不僅僅是火力的升級，更是感知能力的質變。這輛小車上集成了小型相控陣雷達，在荒野上遊蕩，專門填補大型防空雷達的盲區。但這還不是全部。為了對抗像蒼蠅一樣密集的 FPV， 全地形車裝備了電子戰系統。現在的改裝全地形車會在車頂安裝全頻段干擾器，它就像是一個移動的黑洞，在車輛周圍制造出一個半徑100米的電子禁飛區。任何闖入這個區域的敵方無人機都會瞬間切斷圖傳信號，像無頭蒼蠅一樣墜毀。從拿着焊槍的志願者到集成雷達的防務巨頭，全地形車的角色徹底變了。它從一個用來送快遞的騾子進化成了長着獠牙的狼群。這不僅僅是烏克蘭的戰術創新，連大洋彼岸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都在密切關注。他們正在測試類似的 MADS 系統，試圖用這種輕型分散的火力網來應對未來的大國戰爭。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既然這東西這麼好用，為什麼俄羅斯不學呢？事實上，他們學了，但學出了一個笑話。面對烏克蘭輕型機動部隊的成功，俄羅斯人坐不住了。他們意識到，在那片泥濘的荒原上，重型卡車和装甲運輸車效率實在是太低了。於是，他們開始大規模採購全地形車。但是，俄國人實在是沒有學到精髓。在阿夫迪夫卡的绞肉機戰役中，我們看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幕。由於步兵戰車損失慘重，俄軍指揮官竟然命令士兵駕駛着這些脆皮的全地形車，直接向烏克蘭堅固的防線發起正面衝鋒。結果是災難性的，無人機鏡頭記錄下了無數慘狀。這些小車在進攻途中被打成篩子，變成了燃燒的廢鐵，他們根本就沒有發揮出機動性的優勢。故事講到這裡，我們必須承認，烏克蘭對全地形車的軍事化改造已經超越了戰地改裝的範疇，它標誌着一種新型戰爭形態的成熟。這就是高度分散、低成本、高殺傷。烏克蘭人用4萬美元的全地形車組合，告訴了全世界，在泥濘的東歐平原，靈活性就是新的裝甲。未來的戰場，這些輕便靈活的全地形車將在戰場上佔據重要位置。好了，關於烏克蘭這些拿小車辦大事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各位觀眾還有什麼關於烏克蘭全地形車的故事，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